如果你还在为了跑一个大模型微调到处买显存，或者因为多卡并行性能拉垮而头秃，听我说，现在的微调框架已经不是选一个的问题，而是怎么搭的问题了。哪怕你只有一张消费级显卡，通过选对组合，显存占用直接省掉80%以上也是常态。别再被那些单一框架的营销词汇困住了，把底层算子和上层调度拆开，才是这一行现在的生存法则。先定位一下 LLAILAAMA Factory 已经是这个圈子里的瑞士军刀了。它内置了 Llama Board Web UI， 哪怕你不写一行代码，也能直接在100多种模型里选一个微调。项目现在已经有25000个 star 了，如果你是刚进场的团队，这里就是起步的首选。你可能想象不到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好用的工具，背后支撑了超过3000个分支项目。它把原本碎片化的微调链路全部封装进了可视化的界面里，就这一步彻底降低了入门门槛。但为什么有些微调跑得飞快？秘密在底层。以 Onslaught 为例，它不再依赖标准库的笨重代码，而是手写了 Triton Kernel 来优化反向传播。它甚至搞了个 Cut Cross Entropy， 直接把计算冗余砍掉，性能就是这么压出来的。看看这个数据， MOE 模型微调直接提速12倍，普通微调也能提速2倍，显存占用更是能砍掉70%。如果你在做强化学习对齐，显存甚至能省下80%，这在单机场景下几乎是降维打击。Onslaught 跑 MOE 为什么这么快？因为它优化了路由机制。当 token 流进来时，它能精准命中那几个激活的专家节点，让计算脉冲只在活跃路径上流动，其余闲置部分直接挂起，这就是稀疏激活的高效率。但多卡并行就是银弹吗？未必。一旦超过2张显卡，为了协调显存同步，通信开销会指数级暴增。其实吞吐量往往不是随着卡数线性上升的，甚至在某些配置下会反向下降，账就这么简单。如果单机搞不定，才轮到 Axolotl 上场。它在处理复杂的分布式并行协议上更专业，特别是最新的 GRPO 强化学习训练，它的步长优化甚至比常规方案快了58%。所以现在的范式变了，不需要死守某一个框架。高手们现在的做法是用 Axolotl 来管理分布式调度工作流，后端算子直接挂接 Onslaught 的高性能 kernel， 甚至中间调用 TL 来做对齐策略，这才是工业级的玩法。怎么选其实很简单，追求单机极速， Onslaught 是你的第一后端。如果你的任务规模到了工业级，多机多卡， Axolotl 是必须学的。如果只是为了快速做实验，别犹豫，直接上手 Llama Factory 的 UI 就好了。未来还在往更细的颗粒度走， Flash Attention 4已经在路上了。微调框架会越来越像插槽式架构，你的训练逻辑和底层的硬件调用会完全分离，这是为了应付未来更大的多模态模型。总结一下，告别选边站队，未来的微调比拼的是你将最优 kernel 与最强抽象接口拼接的能力，这就是在有限的算力下榨干硬件上限的唯一路径，没别的。